003型航母即将建成，俄罗斯人疑惑中国为何在短时间内便抛弃苏联方案？中国最早的航母建造计划究竟是何时开始的？谁又在其中起了关键性作用？近日，卫星图曝光江南造船厂003型航母最新照片后，外界对于这艘航母的讨论便络绎不绝。从卫星照片来看，003型航母舰体整体已经建造完毕，但动力舱还未封上。甲板上正在安装电磁弹射器。根据推断，这艘航母可能将于2021年年底下水，并且在2023年交付给海军。目前，003航母也是引起各大媒体争相报道。像美国智库网站宣称，卫星图像显示003航母长度为320米，起飞甲板的宽度为78米，预计航母排水量将达到10万吨，接近美国福特号航母。而除了美国，还有一个国家也高度关注着中国的003型航母。这个国家便是俄罗斯，毕竟俄罗斯与中国航母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俄罗斯人又是如何谈及003型航母呢？俄罗斯军事网站 Top War 刊文称，003型航母是中国第一艘使用带弹射器的弹射起飞式甲板的航母。这艘航母允许飞机使用弹射器起飞，并利用阻拦装置降落在甲板上。鉴于解放军对无人机越来越感兴趣，003型航母可以配备无人机用于监视和侦察任务。此外，航母还将配备反潜战和搜救直升机。相比较前两艘航母，003型航母要更长更宽，也能容纳更多的舰载机。目前，中国海军拥有2艘服役的航母，即辽宁号与山东号。其中，辽宁号便是已经完工的瓦良格号航母，排水量为6万吨，而山东号则是中国自行建造的航母，排水量为7万吨。其实，无论是辽宁号还是山东号，我们都可以看到其中苏联技术的影子。辽宁号航母直接就是从苏联前航母改造而来，而山东号航母的设计则是参考了辽宁号航母的改造经验。这样看来，中国似乎应该要延续苏联航母设计思想，甚至沿着1143项目走下去。但003型航母却并非如此，为何会这样呢？冷战时期，为了在海洋上与美军抗衡，苏联开展了重型航空巡洋舰项目，代号为1143项目，其目的便是建造万吨巡洋舰以及航空母舰，而且这些军舰也都有自己的编号。像目前俄罗斯唯一的现役航空母舰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号航母，属于1143.5项目，而中国的辽宁号其前身瓦良格号属于1143.6项目。其实，苏联最初计划完工的瓦良格号航母与中国现在的辽宁号航母还是有区别的。最显著的特点便是瓦良格号航母其甲板上设计了导弹发射器，但是中国在后来改造的过程中，为了进一步发挥航母甲板对舰载机的作用，将导弹发射器给拆除了。其实从这个细节上就能看出，当时中国并没有一味参考苏联方案。有意思的是，如今俄罗斯正在花巨资改造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号航母，其中一点便是拆除掉原先的导弹发射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按照1143项目的走向，下一艘航母将会是一艘配备2台蒸汽弹射器、吨位达到95000吨的核动力航母。因为苏联的1143.7项目便是乌里扬诺夫斯克号核动力航母，而同级别的航母将延续4艘。然而，乌里扬诺夫斯克号还未完工之际，便经历苏联解体，这艘半成品航母落到乌克兰。但乌克兰显然没有能力建造完这艘航母，最终在西方的软磨硬泡下，乌里扬诺夫斯克号航母被送进船厂，惨遭拆除。不过，很显然，003型航母并没有延续1143项目，甚至已经很难看出苏联航母的影子了。明明在几年前中国建造山东号的时候，还是照着苏联航母的设计来的，为何短短数年，中国航母的设计便能摆脱苏联设计呢？实际上，003型航母的设计差不多在20多年前就已经定下了，而其设计方案延续的是中国自己的航母建造方案。不过此前中国也没造过航母，这技术积累又是哪来的？实际上，中国的首艘航母的建造方案其实比瓦良格号航母来华早得多，而这个方案的制定者便是很多人熟知的刘华清将军。提起刘华清，他有一张流传于世的照片经常被人提起。1980年，中美蜜月时期，刘华清代表中国海军访问美国海军基地，美国海军巨大的差距使他感到深深震撼，尤其是停在码头的小鹰号航母。使得刘华清不由得踮起脚尖够长脖子来看，而这一幕也被镜头给记录下来。
很多人认为美国航母的震撼给刘华清埋下了航母梦，但其实，在更早的10年前，刘华清就已经设计出中国的第1艘航母。1970年，时任中国海军总司令刘华清将军编辑了一份关于建造航母问题的初步意见，其中对于中国的自主建造的第1代航母有了详尽的说明。而这份方案对中国航母今后发展的影响不亚于瓦良格号来华。当年苏联的基辅号航母刚刚开工，同时美国的尼米兹号航母也在建造中。而刘华清将军力主中国军队要改变以往的方针，重点建设海防，而航空母舰必不可少。同时，在关于建造航母问题的初步意见中，刘华清是这样规划中国首艘航母的：中国第1代航母主要针对防空与反潜，航母吨位在3万以内，航速能达到35节，采用滑跃起降的方式，并且中国航母将驱逐舰和护卫舰组成航母编队，能达到500到600公里打击范围。此外，飞机甲板能搭载50架左右的舰载机，并且舰载战斗机采用垂直起落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刘华清设计的中国首艘航母方案中，重点强调航母编队的作用，以及利用多架舰载机达到远程打击的效果，也就是现代航母战斗群中海空一体战术。而当时的苏联依旧是把航母作为大型巡洋舰，在航母上安装导弹发射器与垂发系统。由此可见，早在50年前，中国与苏联的航母发展理念就有了分歧。只不过那个时期中国实在太穷，即使是3万吨的航母也造不起，只有等待时机。后来苏联解体，乌克兰将瓦良格号航母以20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中国，这对中国来说属于意外惊喜了。不过试想一下，如果当初瓦良格号没有来中国，中国现在还会不会造航母呢？答案自然是肯定的。航母在现代海军中依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50年前，刘华清将军为中国人设计的第1艘航空母舰，恐怕并没有被遗忘，而是经过50年的时间变化，不断顺应时代进行改变，最终演变成今天的003航母。也就是说，003型航母并不是中国在短短几年内改变的风格，而是经过50年的沉淀，总算迈出去的一步。说003型航母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1艘航母并不为过。刘华清将军曾言：“看不到中国航母，我死不瞑目。”但在2011年1月14号，刘华清将军逝世，享年95岁。而仅在1年后，辽宁号航母服役。由于刘华清将军对中国海军以及航母的发展起到奠基作用，他也被中国人尊称为中国的现代海军之父和中国航母之父。